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1408塔罗之间，我是阿克老师。对，非常高兴，就是礼拜六又跟大家见面了。因为老师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固定的每个礼拜六这样子，每个礼拜六就是发一支影片。对啊，这样比较对老师的负担也不会太重，对啊，好不好？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来进入我们的主题。那我们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他有没有对你动心？对，再讲一次今天的主题，他有没有对你动心？好不好？那这边讲的这个他，当然指的是你心里面想的那一个对象。哦，那今天一样有4张牌，那请大家注意，一张牌应该说这边你只能选一个人来占卜哦，然后那个人就是从这4张牌里面挑一个，那不要说有多个人这样子来占卜哦，请不要这样子做，好不好？好，那今天的话呢，一样哦，有4张牌的部分呢，分别是第一张是方块3，第2张是红心8，第3张是方块2，第4张是梅花5。好，那请大家呢，就是可以凭借着自己心中的直觉来选择一张牌。那选牌可能你需要一些时间，如果说你还没有选好的话呢，你可以先按下暂停键让影片暂停。那等你选好之后呢，再把时间呢可以看我们说明的部分有时间点的连结，那直接点时间点的连结就可以到你选的那个牌来听解牌了。好，那我们就要开始咯。如果还没有选好的朋友，请你先按下暂停。那我们先从第一张牌方块3，好，方块3的部分我们来选牌咯。好，那我们来开牌。第一张牌是钱币4的逆位。好，那接下来是第2张牌，是权杖皇后的正位。在第3张牌是宝剑8的逆位。好，那这样代表说对方有没有对你有动心呢？我们先讲结论这3张牌的结论是有，也就是说对方是对你有动心的。那主要的话呢，在于我们一张牌来解。第一张牌的话呢，就是钱币4的逆位。那钱币4的逆位的话呢，老师之前呢其实也都有说过，它其实是但比较严重的可能是控制啊，但是这边的话呢，它比较代表是他有想要抓紧想要抓紧，就是把什么东西抓住我们看一下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对方有没有对你动心嘛？那所以说，他有想要把你抓住的心态，那这样的心态代表什么？当然是有一些动心的一个征兆咯，对不对？所以对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存在的所以其实应该就是会是有一些动心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然后当然啦，如果说这一张的话呢，它在比较更极端一点的情况呢，就是刚刚老师讲，它可能就是有一种
控制跟占有的一个心态可能都会出现。那这样子的心态的话呢，或多或少，或许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有啦。那只是说，要控制到什么程度哦？因为毕竟，如果完全没有，那你真的还喜欢对方吗？哦，这就是个疑问了嘛。因为对方可能会觉得你对我漠不关心，是不是？就是好像我做什么你都不 care 哦。但有可能说啊，我只是不想要让你觉得我就是非常的有占有欲哦，或者是有控制欲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要拿捏好这样子的一个尺度啊，要把这种该怎么说把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好哦，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权杖皇后，那它是正位，正位是好的。权杖皇后的正位的话呢，代表对方可能就会觉得说，你在就是做事的部分哦，做事情的部分，处理事情的部分呢，它是一个比较精明哦，然后比较很有手腕的哦，在社交方面也是，就是说我们在跟人之间相处，你也是非常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跟人交往的能力，对。好，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就是你给他的感觉是一个比较热情，而且是一个比较大方的人，哦，就是你不是一个怕生的人，哦，而是一个比较大方跟热情的人。而且呢，你在他的心中呢，还有一些比较强势哦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那这其实一个人如果说很有能力哦，很精明干练，很有自己的一个自信心的话呢，多少会展现出一些强势的一个态度出来哦，所以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呢，这不是坏事，因为只要你不是强势到过分的那一种，那其实这还是蛮有一种给人家不一样的感觉的，对啊。其实因为自信的话呢，其实是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对啊。所以说，对方其实是有被你的那个风采给吸引住的哦，所以才说，这个配合钱币四，就是更加印证了，就是说，对方应该是对你有动心的。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第3张牌宝剑8的逆位。那宝剑8逆位的话呢，这边说明的就是说，除了他对你有一些动心之外呢，更证明了，更有一些提示的说，对方可能不会只是说有一些动心而已，他可能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哦，但是这当然是可能啦，应该说他自己内心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个想法跟计划，对，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帮这一块做评判。但是呢，因为宝剑8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勇敢去摆脱束缚，因为宝剑8的正位就是被蒙住眼睛嘛，被绑住，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束缚的一个情况。那宝剑8的逆位就是要挣脱束缚了。那宝剑8的逆位其实对于新的恋情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这3张牌就是代表了说，对方是对你有一定程度的动心的。好，那这个就是宝剑8的逆位哦。好，那所以我们在最后讲一次结论，最后的结论就是关于这个题目的话，对方对你是不是有动心？答案是有的。
那原因刚刚老师讲过，就是这样子。好，那第一个牌方块3，老师就讲到这里咯。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影片，或者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帮我们影片按个赞，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可以把这影片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认识的人。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第2张牌咯。好，那接下来是红心8。那我们看一下红心8的第1张牌，它是钱币3的逆位。好，第2张牌，它是宝剑 A 的正位。好，第3张牌，它是圣杯国王的正位。好，那这3张牌的话呢，老师一样先讲结论，对方是不是对你有动心呢？我觉得对方这副牌的话呢，有没有动心，应该是有一些但是是比较微弱的。更要说的话呢，其实是对方对你是确实是有好感的这个倒是毋庸置疑。对，那我们一张一张来讲，一张一张来讲。首先第1张的话呢，钱币3的逆位。那钱币3的逆位的话呢，有隐含着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你们之间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容易长期相处比较容易遇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你们是同事会每天见面，或者是你们是同学会每天见面，这样子的话呢，都是宝剑3的一个情况。那宝剑3的逆位的话呢，你们如果是长期会相处的人，就代表说你们之间的观念可能是价值观啊，可能是你们的人生观啊，或者你们的世界观你们的观念呢是有落差的，或者是说你们的习惯是有落差的。那这样子的落差呢，其实会导致于说对方对于对你是不是重心这一块呢，他其实是会偏向比较理性的方式去思考的因为有些落差呢是难以弥补的比如说，其实每个人呢都容易会有所谓的政治立场或者是宗教立场可以说政治跟宗教呢是某种程度这个都是人类的信仰那如果说你跟对方的信仰是不同的话呢，这个很容易产生摩擦，好不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导致于说，你们就会容易有一些争执啊、纠纷啊、口角啊，对。那有些信仰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或动摇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们的根源关系就会难以去磨合啦。所以说这张是个疑问牌，但是呢这个是在于说，如果说你们是常常见面的人，那如果说你们是，这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刚刚老师讲的，刚刚是第一个，第二个含义的话呢是，假设你们可能是非长期相处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不常见面，或者是远距离你们可能没有那么长期的相处在一起，对这也有可能是这张牌代表的意义它就是2种，对。那这2种的话代表就是说，其实对方会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会有一些的疑虑毕竟说你们之间
如果不管是 A 第一种情况，或者是 B 第二种情况，它都会有，该怎么说？就是会有一些心中的疑惑啦，对啊。好，那接下来的话呢，第二张牌跟第三张牌的话呢，其实为什么老师会说对方对你是有好感的，就来自于第二张牌跟第三张牌，因为这代表说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说这两张牌是你在对方心中的印象。那这两张牌呢，都是正位，都是好牌，它代表着说你是一个理性的人，而且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这张宝剑 A 的正位的话，你是理性的、有才华的，你的那个该怎么说？你的那个逻辑的一个思考，是很强的。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对于对方的话呢，可能要小心在言辞上面，也就是说，不要不小心说话去伤害到了对方的一个感情。对，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地方。那接下来的话呢，是圣杯国王的正位。那圣杯国王的正位呢，它代表说对方认为说你是一个既是有理性，而且呢在感性方面呢是都同时具有的。然后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呢又不会说温柔到没有肩膀，是一个温柔中是带有一些威严的人哦。而且呢他会觉得你可能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但你不是一个幼稚跟轻浮的人。也就是说，你不会去讲一些很低级的笑话，对，然后但是呢，却给人家觉得很有趣，所以说其实绝对是有好感的，对方对你绝对是有好感，而且有没有动心呢？我觉得应该多少也有一些哦。如果说你们是不常见面的人，那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动心，没有错了。好，那这个就是结论哦。好，那红心八这张牌，老师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说你喜欢这影片，或者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可以把这影片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认识的人哦。谢谢大家。好，那第二张牌老师讲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三张牌。好，那我们现在要讲第三张牌方块二的部分。那方块二的第一张牌是什么呢？是圣杯二的正位。第二张牌圣杯四的逆位。第三张牌宝剑六的逆位。好，那我们一样先讲结论。这三张牌的结论的话呢，对方是不是对你有动心呢？这光看第一张就知道是有的。第一张是圣杯二的正位哦。那圣杯二的正位呢，又称为什么呢？小恋人。对，但其实它还不是真正的恋人嘛，它跟恋人牌还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小恋人的话呢，它更多的部分呢是其实它应该是有一点点想要表达说你们之间的一个感情精神状态呢，会比较趋向于朋友以上然后还没有是到恋人的程度友达以上，恋人未满嘛就是这样子的一句话。好，那
所以说你们之间有可能，当然啦，有可能说你们之间其实并不是很熟悉哦，这个是有可能的哦，因为这张圣杯2的正位的话呢，它更代表着说，可能你们之间呢会相处之间会比较拘谨，而且可能不是很自然。对，可是问题是，应该有彼此对对方都是有一些动心的，所以才会展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来。所以说，这张就会比较偏向于是纯粹或者是精神上面的谈恋爱，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圣杯4的逆位。那圣杯4的逆位的话呢，就是代表着说，对方，他可能就是已经想要发展一段感情，他就是有一点坐不住的感觉了。他已经想要告别单身，对，所以说对方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作为或者一些行为，就是会有一些行动，对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好，那最后的话呢，就是说，但是这边有一个补充，宝剑6的逆位。那这张补充的话呢，是代表，因为宝剑6的正位代表说低调，然后不断的向目标前进，最终达到了目标目的地的位置，这是宝剑6的正位的意思。可是呢，它现在是逆位，这有可能是代表说对方虽然想要脱单，虽然想要谈恋爱，但是呢，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可能你们之间没有很熟悉，或者没有很熟识，有可能哦。对，那所以说出现了这张牌，就是可能对方真的不知道要从何下手，他不太清楚他怎么做比较好，因为可能会有一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一个心情啊，对，就是会有这种心情啊。那这种心情的话呢，就会会让人会产生一种就是畏首畏尾，然后想要做又不敢做，最后其实变成有点，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做的情况哦。对，所以或许如果是这样的牌的话呢，你可以多给一些暗示、提示，或者是一些间接的主动的方式。如果说你对对方也是蛮动心的话，好吧？好，那方块2的话呢，老师就讲到这里哦。对，那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影片，或者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帮我影片按个赞，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可以把这影片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认识的人哦。谢谢大家。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讲今天的最后一张牌了。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是梅花五，梅花五。不知道老师这4张牌摆出来，我就一点都不想要选梅花五，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梅花五的第一张牌，钱币皇后的逆位。好，第2张牌，钱币6的逆位。第3张牌，钱币8的逆位。这个直接讲结论，对方是不是对你有动心呢？没有，没有。
那完全没有动心的话呢，其实这一张牌比较特别哦。梅花五比较特别的是，都是什么呢？都是钱币。也就是说呢，你们之间的话呢，其实跟这个物质的部分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对方的话呢，其实是算是相当的重视物质的部分，他是重视物质的，而且呢，也重视什么呢？经济状况。所以说呢，他在谈感情的时候呢，会考虑到这两个条件哦。对，那当然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代表说对方是处于一个感情缺乏或者是比较空虚的感情状态，但是并不是说他没有另外一半哦，这有可能是代表说对方是处于一个物质充裕，但是呢感情缺乏的关系之中哦。有关系就代表他可能不是单身，有可能有这种情况。那如果说他是单身的话呢，就代表他是相当注重于物质哦，或者是经济这一块的人。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张牌。第二张牌的话呢，是钱币六的逆位。那钱币六的逆位的话呢，其实它代表的是两个人的关系是不平等、不对等的。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是有一个人，其中一个人地位是比较高，另外一个人地位是比较低的。然后地位比较低的人呢，求也求不得。对啊，就是你是求不得的，就只能是地位高的人他自己想或不想，是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哦。那它跟第三章哦，它是有对应关系的哦，因为这个也是代表说两个人之间呢，有人的付出呢是徒劳无功的。那这个跟钱币六呢是互相呼应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人的关系不对等，也就是说地位低的，他不管再怎么付出都是徒劳无功的。只要看的是地位高的人，他是不是觉得 OK， 或者觉得不 OK？他觉得不 OK， 再怎么付出都没有用，对啊，对。但是呢，这一张钱币八呢，它有可能跟钱币皇后做一个呼应，代表是对于目前的感情感到厌倦跟匮乏。可是不管是他自己对自己本身的这段感情不满，或者是他是一个很重视物质的人，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都跟动心没有关系。对，也就是说，地位比较高的人其实是不动心的，即便他可能在感情上的关系不是很好，或者是比较匮乏的，但他依然呢，是没有就是不想要，对啊，不想要另外一个，就是以这两个人关系来说，A 跟 B，A 如果是比较高的话，A 对于 B 是看没有，大家这样讲可以吗？对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会建议说，地位比较低的这样子的人，真的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对啊，真的。那最后呢，老师用佛语来做一个结尾，因为这个就是在讲什么？这个就是在讲苦，因为里面牵涉到一个叫做求不得。对，因为佛语里面就有说了，人生就是苦，那有生苦、
劳苦、病苦、死苦，生老病死。然后呢，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也就是说，你也知道求也求不得，这是一种苦。然后呢，有爱别离，其实也是一种苦。就是别离就是离开的意思。然后呢，最后就是怨憎。一旦你对一个人有怨有憎，其实你的内心并不会得到平安喜乐，是吧？对啊，所以也是苦。我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被这样子的苦被困住了。我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好不好？对啊。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还是心情不好的话呢，老师的赖群组可以加入老师的赖群组。你上来就是说，老师，我想听个笑话。不，那你去找谷歌就可以了，没有了，老师开玩笑的。也就是说，上来呢可以聊聊天说说话对啊，老师也是会回的但是因为老师的工作比较忙所以不一定说可以回得很及时，那就很难说。对，好，就是这样子。那今天老师就都讲到这里咯。如果说你喜欢这影片，或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帮老师影片按个赞，可以订阅老师的频道，也可以把这个影片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认识的人。谢谢大家，我们拜拜，大家拜拜咯。